我让你跪在我的脚下！随着亡灵大战天道后，他身受重伤，来到宝塔之处倒地。本尊从他体内分离，喷出一口鲜血后盘膝打坐。3天后，亡灵调整好灵力，与本尊同时睁开双眼。他意识到伤势严重，需要闭关静养。轮回天道的使者并未对他下杀手，只是按规则行事。亡灵知道李木婉的原因需要19年才能恢复神智并苏醒，而到那时天道轮回还会降临。亡灵站起身，本尊飞向之前战斗的深坑，将其填平后盘膝闭目，眉心的紫色星点缓缓转动，散发出紫色光芒。本尊的伤势比亡灵更重，但凭借古神之体，虽不至于致命，却也必须闭关修炼。亡灵留下一道神念后，将玉简传向虚空，随后来到宝塔旁，散开周易的神念，将100里之内设为禁地，便开始闭目疗伤。日复一日，6个月后，在杏花村老周家出生了一个女婴，取名周如。与此同时，铁岩在杏花村外的小山洞府中守护李木婉。亡灵的疗伤仍在继续，而本尊在地下数千里处，实力逐渐突破，接近2星巅峰。又半年过去，周如已经1岁，却始终没有发出过声音，被村民误以为是哑巴。与此同时，一行6人从楚国边界的传送阵走出，其中包括一位面带白纱的女子和一位看似病弱的老者。他们计划从楚国进入仙夷之地，途中经过云天宗。胡姓老者计划事后索要丹药。6人飞行途中，忽然看到远处一道光柱冲天而起，金龙环绕，一位白衣青年现身，原来是朱雀国使者降临。这一幕让众人震惊，白纱女子更是惊慌失措。胡姓老者疑惑地看着白纱女子的反应，心中升起一丝疑问。他飞速而来，很快停在6人面前。白衣青年冯玉山从红光中现身，目光凌厉地扫过众人，除了胡姓老者和青衣老者外，其他人纷纷低头。冯玉山注意到其中有2个化神修士，他平淡地询问6人的去向。胡姓老者回答说，他们要去仙夷之地。冯玉山的目光落在白纱女子身上，要求她摘下纱巾。青衣老者上前拦阻，解释说女子有祖训，不能露面。冯玉山思索片刻后便疾驰而去。胡姓老者心中好奇，决定跟随查看，其他人也紧随其后。他们远远地看到冯玉山来到一处山谷外，突然被一股大力推出，面色惊变。胡姓老者等人落于山崖上，看到山谷内有一座高塔，塔下坐着一具干尸。冯玉山尝试进入山谷，但被强大的威压逼退。最终他高声喊出曾牛的名字，请求见面。胡姓老者听到曾牛这个名字，内心震惊。曾牛是近年来修魔海内最瞩目的新星，关于他的传闻众多，甚至有人猜测他是朱雀国秘密培养的高手。白纱女子、青衣老者和邱思平等人也对曾牛的身份感到震惊。冯玉山在山谷外等待片刻后，高声传达朱雀国的战帖，要求曾牛与红蝶一战。山谷内传出亡灵的声音，询问日期。冯玉山回答是3个月后，在朱雀国西山天坛。亡灵拒绝了，表示没有时间。冯玉山解释说，这是朱雀山的命令，若曾牛获胜，将有巨大好处。最终，亡灵答应10年后一战。冯玉山离去。随后，亡灵邀请山谷外的6人进入。胡姓老者等人走进山谷，看到干尸缓缓抬头，化作白衣亡灵。他微笑着招呼众人坐下，为大家倒茶。胡姓老者不知该如何称呼亡灵，是曾牛还是亡灵？亡灵则表示名字只是称呼，无需执着。白纱女子望着亡灵，心中复杂。她没想到曾牛竟是此人。亡灵询问她是否为了仙夷之地而来，女子解释当年不知她身份，希望不要介意。亡灵放下茶杯，目光转向邱四平，笑道：邱兄舍弃一切，孤身追随，或许真有进军天道的可能。邱四平苦笑，知道自己跟随胡姓老者之事瞒不过亡灵，叹道：化神太难了。胡姓老者品尝了一口茶，动容道：王道友，这茶。亡灵笑道：此茶并非朱雀星之物，而是我在多年前的仙界之行中偶然所得。胡姓老者深吸一口气，犹豫后问道：当年传闻王兄在仙界断红蝶一臂，不知仙界之行是否获得了仙气？他对亡灵的称呼已悄然改变。亡灵看向胡姓老者，说道：有所得。胡姓老者目光一凝，诚恳道：胡某愿不惜代价换取一丝仙气，还望王兄成全。亡灵微笑道：此事不急，待道友应变之时再说不晚。不知胡道友此去仙夷之地，所谓何事？胡姓老者心中暗道：亡灵果然是个老狐狸，轻易便转移了话题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：确实如此，那老夫应变临近之日，可要来王兄这里厚颜讨要了。至于仙夷之地，还需子欣道友说明。白纱女子望着亡灵，说道：前辈，仙夷之地深处有一棵轮回树，晚辈有通往那里的地图。亡灵不动声色，喝了一口茶。胡姓老者的少女乖巧地为他续茶，美目不时看向亡灵。邱四平和许罗听到轮回树3字，眼中露出火热之色。白纱女子一直观察亡灵，
见他听到轮回术后毫无波动，心中暗叹他心机深沉，化神修士的心机果然远超元婴修士。胡姓老者也看向王林，见他毫无声色，对曾牛的传闻更加确信。在轮回术下打坐，可以让修士多一个轮回的感悟，尤其对化神修士的意境有帮助。白纱女子望着王林，不相信他会不动心。然而王林依旧毫无波动，微笑道：荒谬，化神的意境是自身感悟，轮回术对元婴后期大圆满或初入化神的修士或许有用，但对化神中期以上的修士注意甚微。胡老此行怕是另有所图吧？白纱女子一怔，看向身边的青山老者，老者也皱起眉头。胡姓老者哈哈一笑，不再隐瞒，说道：王兄见识过人，胡某佩服。没错，我的目的并非轮回术，而是轮回果。他看向王林，又道：若无王兄参与，我此行把握只有3成，若有王兄同行，把握可提升至6成以上。轮回果。王林神色如常，但内心一动。他之前听到轮回术时已有猜测，此刻听到轮回果，猜测更大。他沉默片刻，问道：这轮回果可是拳头大小，每2个时辰换一次颜色？胡姓老者双眼一亮，说道：王兄见识不凡，这正是轮回果的辨认方法。对化神修士来说，它是重宝，化神后期大圆满服下，因变成功率可增加3成以上。我也是在古籍中看到描述，才得以确认。王林沉吟，在古神图司的记忆中，有几种灵果是幼年古神的最佳补品。古神的体质限制，寻常灵果效果不佳，只有少数灵果的汁液涂抹全身，可起到类似修士筑基的效果，这在古神中被称为习体。习体后的古神经脉隐匿，融入血肉，吸收灵气的速度大增，只有成年后经脉才会显现，那时吸收的灵力极为恐怖。远古时期，古神是所有生物的追杀目标，因为他们会吸收4周的灵力，但鉴于古神的强大，追杀者往往尚未成功便已身亡，只有习体后的古神才能真正算作古神。王林沉默片刻，看向胡姓老者，说道：仙夷之地。胡姓老者沉声道：仙夷之地的确危险，那里有着连朱雀国都忌惮的力量，不过只要我们不深入，那些野人不会派出太多人手。王林对仙夷之地了解不多，只是从地图预检上得知仙夷之地很大，但更大的是它的地下。整个仙夷之地到底有多少层地下空间，除了朱雀国之外，无人知晓。王兄想必知道，野人是无数年前朱雀星上的土著，朱雀国升级为6级修真国后，被修真联盟送至朱雀星，与野人展开大战。原本生机盎然的星球，因这场大战险些崩溃，如今已成半废弃状态，这一切都是野人所致。大战后，野人死亡9成，余孽进入仙夷之地地下，不再外出。朱雀国每100年都会派出大量修士剿灭，但始终无法彻底清除。轮回树生长在地下，是野人的圣物，但并非只有1棵，共有9棵，这为我们提供了机会。至于轮回果，只要到轮回树，我自有秘术，可在3个时辰内使其结出轮回果。胡姓老者沉声说道。王林沉默片刻，看向白纱女子，问道：当年你父亲为何去仙夷之地？白纱女子轻声道：为了给我取一块轮回之木。王林没有再问，略一沉吟，对胡姓老者说道：此事我无法立刻决定。胡姓老者点头道：无妨，仙夷之地的确危险，我当初也是犹豫再三才决定前往。这样，我们在仙夷之地入口等你1个月，若你没来，此事作罢。王林点了点头。胡姓老者起身笑道：那胡某就不打扰了，王兄，我在那里等你消息。说罢，他抱拳转身离去。邱四平等人也连忙起身告退。白纱女子犹豫了一下，轻声道：子欣希望到时能看见前辈。他深深看了王林一眼，起身离开。他身边的青山老者也向王林抱拳，随后跟在白纱女子身后。6人离去后，王林拿起茶杯喝了一口，目光闪动。轮回果对本尊有大用，若能得到，本尊的实力可以增强不少。他沉吟片刻，拍了拍储物袋，手中多出3个木雕。岁月木雕毁去了6个，剩余这3个形成的岁月意境比之前差了不少，可惜没有100年以上木料，否则倒还可以补充。他将木雕收起，神识扫过储物袋，目光一闪，拿出一截断臂。这断臂保存完好，上面覆盖着一层薄冰，散发阵阵寒气。朱雀国没有为红蝶出头，而是送来战帖，此事透着古怪。王林沉吟许久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与红蝶的一战在所难免，只要他没有踏入阴变，我便有取胜的希望。这截断臂现在有了用武之地。王林冷笑，左手隔空一抓，一个石蚁飞到近前，好似融化一般蠕动片刻，变成一个石盆。王林将红蝶断臂扔入其中，双手掐诀，一道黑芒出现在手中。他一点之下，黑芒落入盆内，钻入断臂之中。随后，他从储物袋中拿出2个白玉小瓶，里面是他偶然获得的妖兽单独所化的液体。他右手一弹，小瓶碎裂，红色液体融入断臂。接着，他目光闪动，双手打出一道幽光，化作一个骷髅头钻进断臂。王林没有停顿，连续打出99个骷髅头，一一融入断臂。
顿时，断壁的颜色由雪白变为黑红交错，散发出腥臭之气，看起来极为可怖。亡灵完成对断壁的祭炼后，将其密封在石盆中。与此同时，在朱雀国内，红蝶正坐在一片山水如画的仙境中打坐，他的右臂空袖随风飘动。红蝶的师兄劝他使用东海之灵恢复断壁，但红蝶拒绝了，他要将断壁之恨化作杀曾牛的动力。红蝶坚持要亲自出手。突然，红蝶眉心出现黑线，这是曾牛祭炼断壁的反噬。他强行压制后，更加坚定了杀曾牛的决心。红蝶的师兄决定暗中出手，派低级修真国的修士对付曾牛。在朱雀国的圣地朱雀山，白衣执事孙玉山因曾牛推迟10年应战而向长老汇报，却被斥退。长老命子午去擒拿曾牛，但突然收到一枚火红玉简，随后改变主意，让子午等待10年。连长老对曾牛的身份都感到好奇，因为有人3次出面干涉此事。与此同时，亡灵在山谷中盘膝而坐，面前是一辆战车。他用驱兽圈将雷蛙释放，询问他是否愿意跟随自己。雷蛙点头后，亡灵通过复杂的灵诀将雷蛙与驱兽圈解绑，并重新吸收魂兽。他成功将战车之魂收入驱兽圈，并将其与战车融合。这一过程耗费了大量灵力，甚至使一块极品灵石碎裂。亡灵意识到驱兽圈的强大力量，决定将其留在身边，并用剩余的7块灵石备用。3天后，亡灵恢复体力，将驱兽圈戴在手腕上，心中暗自警惕。他看向一旁的雷蛙，雷蛙始终守护着他。亡灵落在雷蛙背上，笑道：“你可是想要跟随我？”雷蛙咆哮回应：“好，从今以后，我待你如文兽一般。”说着，亡灵拍了拍储物袋，文兽飞出，体型比当初更大，如同一座小山。亡灵在宝塔外与雷蛙和文兽短暂互动后，走向宝塔，抱拳说道：“前辈，晚辈受周易前辈所托，照顾您1000年。那仙夷之地凶险异常，晚辈法宝不多，想求仙剑一用，还望前辈成全。”说完，亡灵进入塔内，他看到白衣女尸身边的2把仙剑，其中一把大剑让他感到熟悉。他回忆起多年前在横越派剑阁中选剑时，曾见过一把名为巨斧的飞剑，与眼前的仙剑极为相似。亡灵推测，当年制作巨斧的前辈或许见过这把仙剑，但无法解释其中缘由。为了恢复仙剑的威力，亡灵召唤出许立国，将其封入剑内，并用游魂作为剑魂，使仙剑恢复部分力量。他意识到，若能抓到吞魂，或许能让仙剑恢复更多威力。随后，亡灵收起宝塔和雷蛙、文兽，离开了山谷。与此同时，在杏花村老周家，亡灵来到女婴周如的身边，眼中露出柔情。女婴睁开眼睛，目光中带着迷茫和一丝熟悉的悲伤，流下一滴眼泪。亡灵心中剧痛，轻声安慰女婴，承诺会回来接她。女婴的目光始终带着迷茫，仿佛在寻找什么。铁岩在洞府中暗中守护周如，已经习惯了这种半闭关的生活。他每天用神识观察村子，对每一户人家都了如指掌。亡灵来到洞府，看到铁岩的状态后，告诉他若能持续感悟，未来有望化神。他给铁岩留下一个岁月木雕，让他好好感受，随后离开。亡灵坐在文兽背上，一路飞行前往仙夷之地。在仙夷之地，一片被黑雾笼罩的深山里，胡老带着一行6人已经在这等了快1个月。他们一路都没遇到什么危险，但胡老总觉得心里发毛，这种感觉自从进入仙夷之地就一直挥之不去。他心里琢磨，我们有3个化神修士，只要不深入底层，应该没啥问题。他之前来过这地方，还成功从第3层拿回了东西，所以这一次才敢再来。可现在他看着脚下的天坑，心里有点后悔了。胡老问白纱女子：“子欣，你确定轮回树在第3层？”女子点点头道：“我当年跟着爹来过，记得那里有棵枯萎的轮回树，不过我爹修为不够，就带我退出去了。”胡老心想，第3层不算危险，只要不去4层以下，应该能成功。他没把这些都告诉亡灵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巨大的妖兽出现，上面站着亡灵。胡老眼睛一亮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王兄来了，这下我们肯定能成。”亡灵跳下妖兽，跟大家点头，让大家久等了，路上有点麻烦。他随手扔出一个人头，说：“这野人一路跟着我，想偷袭。”胡老检查了一下，发现这野人是被寄生催化的，不是纯正的野人。他解释说，只有3页以上的野人才是纯正的，这种1页的野人按理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大家都觉得有点不对劲。胡老说：“王兄，富贵险中求，咱们下去吧。”亡灵点点头，一行人跳进了天坑。很快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平原般的地方，四周一片黑暗。胡老提醒大家，第1层原本没啥危险，但现在外面都有野人出没，大家要小心。亡灵扫了一眼，发现这里太大了，神识根本探不到边。他们沿着胡老和子欣说的方向向东飞去。一路上，许罗和邱四平等人紧张的不行，只有亡灵、胡老和青衣老者还算镇定。白纱女子一路恍恍惚惚，好像在回忆什么。没飞多久，亡灵突然察觉到不对劲，
一道乌光瞬间出现在众人身后，化作一个野人，直接朝着许罗抓去。许罗反应很快，祭出飞剑，但野人轻松躲开，还差点抓破他的内甲。胡老出手了，隔空一抓，野人发出怪叫，身体上的黑色印记蠕动起来，最后凝聚成一个完整的叶片。胡老一指，一道灵诀打在野人胸口，野人倒地身亡。胡老检查了一下，发现这个野人是一叶催化而成的，按理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他皱眉说，看来仙夷之地出了点问题，这种野人以前只在第2层出现。许罗心有余悸，这野人速度太快了，要不是他穿了内甲，刚才就被抓破了。3天后，他们来到了第1层东部的入口，准备进入第2层。这3天里，他们一共遇到了9个野人，最后一个野人身上有2片叶子，实力相当于结丹后期修士。王林心里有点疑惑，胡老为何要带许罗和那个少女来这种地方？他们修为太低了，稍有不慎就会丧命。不过王林也没多问，他也不是那种会轻易冒险救人的性格。进入第2层后，这里和第1层差不多，一片黑暗，但多了一股让人烦躁的气息。王林不受影响，但其他人就有点难受了。地面上偶尔能看到一些漆黑的兽骨和腐烂的兽尸，这些妖兽王林一个都不认识。刚进入2层，王林突然脸色一变，一道黑光在10丈外化作一个野人。这个野人和第1层的完全不同，身上画满了黑色花纹，眼神黑白分明，但深处闪烁着一丝诡异的光芒。他没有扑上来，而是站在远处，阴沉地看着众人，尤其是白纱女子。白纱女子突然说，这是真正的野人，她身上的符咒达到了3叶标准，相当于元婴期修士。